Hello， 我是尹晓峰。这个视频来给大家分享我最近入手的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无线耳机，它就是雷蛇战锤狂鲨专业极速版。在入手这款耳机之前呢，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苹果的 AirPods Pro， 它的交互体验和降噪都非常的出色，日常在外听听歌或者在家追追剧，用起来都很舒服，这些都没什么毛病。但是唯一的一点，它就是没办法玩游戏，无论是对多平台的支持还是它的延时，玩游戏的体验都非常糟糕。幸运的是我最近找到了这款雷蛇战锤狂鲨专业极速版耳机，它完美的弥补了我的那个 AirPods Pro 在游戏领域的不足，并且还继承了 AirPods 的一些优点。所以呢，今天来给大家聊一聊这款耳机。首先简单的给大家来开个箱，这款耳机的包装整体十分小巧，依然是熟悉的黑绿配色。打开包装之后，首先看到的就是耳机充电盒和耳机本体，再往里面就是两组配件盒，其中一组是 2.4G 接收器和转接线，另一组配件盒里是充电线和耳塞罩。最后打开底部就是感谢信、说明书和贴纸。每一次开箱雷蛇我都还是蛮开心的，包装精美，配件也很精致，甚至有一种黑化版苹果的感觉。接下来我们看看耳机本体，充电盒大小相比 AirPods Pro 高了一点，表面为黑色亚光材质，和 PS4 手柄材质类似，摸起来也比较顺滑。充电盒顶部是 Razer 的 logo， 还蛮酷的。正面就是一个指示灯，开盖时可以通过颜色来显示剩余电量。耳机的收纳方式和 AirPods Pro 类似，取出来和放进去都非常顺手。耳机本体外观采用了黑色钢琴烤漆，最外侧配有 Razer 的幻彩 RGB， 它有4种发光模式，并且可以显示1680万色。另外，这个 logo 还承担了耳机的交互操作功能，这些都可以通过雷蛇的 Audio APP 来进行操作，比如单击、双击、3击、长按，这些都非常的好掌握，一看就懂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它操作不顺手，也可以自定义设置。音质方面，这款耳机作为战锤狂鲨系列的最强版本，自然也是有点东西的。就我这一周的使用而言，无论是听音乐还是玩游戏，这款耳机音质都非常不错。特别是它可以通过 APP 来调节均衡，并且还带有几个预设，这样每个用户都可以根据自己听感的不同喜好来进行声音的调整。这一点也是我 AirPods Pro 所不具备的。其次就是降噪也有所升级，战锤狂鲨专业极速版相较于之前各种战锤狂鲨带降噪的版本，增加了可调式混合主动降噪功能。同样可以通过 APP 自定义降噪的程度，自行决定允许有多少外界环绕音可以混合到耳朵里。以下是通过后期模拟出的降噪效果，仅供参考。另外，这款耳机支持蓝牙 5.3 以及 2.4G 无线双模，所以无线信号传输的带宽会比蓝牙更高，信号干扰也会更少，自然音质损失也会更小。说到 2.4G 无线呢，或许这是它对我最大的一个吸引点。2.4G 无线是使用的雷蛇之家 HyperSpeed 的无线技术，可以轻松做到小于40毫秒的延迟，完全感觉不到延迟的存在。发射器体积小巧，随手往需要连接的设备上一插，就能轻松连接上，体验贼好。这款耳机可以同时连接一个蓝牙设备和一个 2.4G 无线设备。日常我用的最多的场景就是坐在电脑前打 Apex， 每次坐牢的时候我就会刷手机。以前不方便切换，很麻烦，现在只需要在耳机上轻点几下，声音就可以秒切过来。如果需要专注玩游戏不被打扰，耳机还提供了一个勿扰模式，开启后可以过滤掉手机的来电、短信、推送等提示音。除了 2.4G 无线以外，对手游玩家来说，这款耳机也有额外的照顾，在蓝牙模式下可以提供专属的游戏模式，最大限度的降低蓝牙延迟。另外提一嘴安卓用户也是可以用 2.4G 无线的。这款耳机日常体验也很不错，佩戴够舒服，工作学习挂在耳朵上几个小时都没问题。而它的续航表现也还不错，日常使用蓝牙听歌配合充电盒最多可以使用30个小时，耳机单次6.5个小时，日常是完全足够。在 2.4G 模式下玩游戏配合充电盒最多可以使用18.5个小时，耳机单次4个小时，听起来感觉续航少了一些，但考虑到 2.4G 无线的功耗会比蓝牙 5.3 要大许多，所以对高强度的游戏玩家来说，可以调整一下自己休息的频次和节奏，给自己放个松，给耳机也充个电。
这款耳机的充电盒除了支持 Type-C 快充以外，它还支持无线充电，搭配雷蛇幻彩无线充电板，这充电的氛围感立马就来了。总的来说啊，这款耳机真的很完美，颜值、性能、体验以及功能都基本上给拉满了。特别是对于游戏玩家而言，目前市面上值得买的 2.4G 游戏耳机基本上都是头戴的类型，压发型再加上奇特的电信造型，基本上就告别了外出使用。而日常体验极高的耳机，它又不能打游戏，而雷蛇的这款战锤狂杀专业极速版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个人感觉选择它就相当于是一份投入2份回报，不知道小伙伴们觉得这款耳机如何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觉得这部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是尹晓峰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